海恩，我所认知的餐酒生活，其实今天已经讲了一个40分钟的了，然后20-30个人看，好少哦。没关系，我继续讲。在这个比较短的这个影片里面，我最主要是要回应，或是因为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呢，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分都会有的问题，所以我来做个解释。第二个是后面这个图画，因为我今天刚收到了，是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我认识，就看到某一个画家画的，她是比利时的一个女人哦，反正一个女性啦，年纪大概40岁左右，她专门在画花的图，那个油画，然后她有列出，她利用 IG 做广告嘛，她列出一大堆画，我有点进去看，然后我选了一个，这是真品的图画，哦，因为他还有给我那个 certificate， 就是证明这个图画是他画的哦。它是一朵蓝色底的白色玫瑰花。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他在他的他不是问我了，他在他的那个thread 上面呢提说，哦，某某料理，这料理名字我已经忘记，他说这某某料理好搭清酒哦。我当时看到之后呢，在 thread 上面基本上就是都会乱回啊，我觉得就是不用很正经去回，因为我之前遭遇到过一些人的那种抨击啊，那种无厘头的抨击，让我觉得，你不理他也不是，但是有些人讲话真的是会甚至乱猜测。我觉得上面很多柯南啊，或是很多人以为匿名，然后他就是话都乱讲，你真正面对面的时候，他反而话都讲不出来。而我脾气比较暴躁的时候，我就会回，然后我会抓你的语病，因为你讲话都没有逻辑，我扯几次你就不敢扯了。不然最简单就是提说你这样有言语上的一些不妥之处哦，你要小心哦，会有法律问题。这是我这年纪比较大的这几年来的一些经验，然后。这位小姐她提到说，这个什么料理，她觉得很搭清酒。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通病就好像很多人会跟我说，他不喜欢喝清酒，或是很多人讲他不喝葡萄酒。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喝清酒，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喝葡萄酒，但是你喝的是哪一种清酒，你喝的是哪一种葡萄酒。如果你是酒精过敏，很多人说什么起酒疹，那个其实是，如果你把它当成荨麻疹来看的话，那是真的会很痒。如果只是脸红的话，那是因为你的肝脏这个就是你的，这是东方人的基因的关系，你的代谢那个醛类，因为酒精进入身体之后，理论上我记得是肝脏会分泌那个酵素来把酒精分解为醛，然后好像在哪一个器官，然后再把醛分泌成为醋酸，然后代谢掉。为什么呢？因为醋酸是弱酸嘛，然后那个醛是对人体是很不好的，所以当你没有代谢的时候呢，或者代谢比较慢的时候呢，酒精在你身上发挥太多作用，就容易就脸红或身体红。那如果你代谢很好的话呢，那个酒精在还没有到真正影响你太多之前，它就可能代谢为醛，然后代谢为，我记得就是代谢为酸了。我记得整个程序是这样子啦。反正 anyway 中间有一个醛就对了哈，那甲醛、乙醛那个醛哦。
代谢成乙醛吧，我忘记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没有喝到过好喝的葡萄酒，或是你没有喝到对你口味的葡萄酒，你可能喝到的是甜的葡萄酒，或是你可能喝到的是太酸的葡萄酒。有些人对这种东西就很过敏，所以他喝到一瓶白酒，他就是酸的，他就认为说所有的葡萄酒都是酸，所有的白酒都是酸的，或是喝到甜的，他就不喜欢喝甜的，他就觉得所有葡萄酒都是甜的，这很可惜啊！你不要讲说是不可能，很多人是这样子，或是他喝到保存不好的葡萄酒，然后他喝起来有一股什么味道，他觉得啊，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气味，所以我是觉得人要多一点尝试的精神啊，因为食物这么多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不吃瓜了，我说哪一种瓜？他说西瓜。我说你不吃西瓜，西瓜是台湾的特产，为什么不喜欢？他说因为西瓜有一股瓜味，有一股那种草青味，类似像这样的，包含有某些蔬菜，比方讲芥蓝，那种草青味比较强的，甚至有点苦味的那种，他都不喜欢，他就不吃。但是哈密瓜他就吃，小黄瓜、大黄瓜那种有瓜味的那种比较不像水果那种味道，他就不敢吃，或是不喜欢吃。这个不能强迫但是我举例来讲，就是说，你看，即便是瓜，你不可能说我不吃西瓜，我就不吃哈密瓜，我就不吃香瓜，那都不一样的东西。虽然同样叫做瓜，酒也是一样，葡萄酒也是一样，有很多种，清酒也是一样。葡萄酒也就算了，清酒是更容易犯错的东西，因为很多朋友们对于清酒就常常会把那个品名啊，酒标上面的品名因为它很多都用汉字来写的，把它当成这个酒标这个酒的酒厂的名字，所以这个酒厂它可能用某种酿法酿出来的什么名字，然后你喝了不喜欢，你就觉得说只要是这个名字的你都不喜欢，但是它这个名字底下可能有很多个系列。然后这些名字品名跟这个系列可能跟酒造的名字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样的也有完全不一样的，一半一半吧。比方讲，如果今天有一个朋友跟你讲说，我明天请你们喝踏剂好不好？你要鼓掌还是发出疑问呢？基本上踏剂的味道那个调是一样的，好。这个就杜氏的风格，还有它酿造的方式它的差异点是在于说，它的精米步合会有一点不同，然后精米步合不同呢，会造就它价格不同，甚至它在远心分离啊，什么圣诞夜版啊那些加入气泡什么那个就会造成同一个踏剂是一个品名，请注意品名品牌，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IP， 但是它跟这个酒造本身呢，完全是不一样。踏剂的酒造的名字，它真正你如果去拜访，你去找一个踏剂酒造，你根本找不到。在山口县那边，你会看到的是什么？会看到的是旭日东升的旭酒造。旭酒造才是酿出踏剂这个品牌的酒造。那在踏剂这品牌底下呢，又有分什么？之前啊，听说现在有改了，之前还有五哥啊，还有三哥酒啊，精米步合还有二哥三啦。大家最常听到的是踏剂二哥三嘛，二哥三就23%嘛，三哥酒就是一哥是10%哦，三哥酒是精米步合39%， 50就是精米步合50。那精米步合的意义其实先简单提一下，就是指你把米拿去磨，脱壳拿去磨之后呢，剩下的部分占全部的多少？请注意是剩下的部分。所以精米步合23表示说，我把
比方讲而且它是用重量来算的哦。我把一公斤的米拿去精米机，精米机很多种，以后再说。然后精米机里面去磨到呢出来，其他的那个粉末的东西我都不要了，我只有圆圆的米粒、米芯。然后这个米芯呢，总共是刚刚讲说1公斤嘛，我现在剩下230公克，1公斤是1000公克，剩下230公克，我几乎去掉了3/4了。那230公克除以1000呢，就是23%，23%就是精米步合2割3。同样道理，精米步合3割9就是39%，剩下39%，它去掉了一大部分。当然，这些去掉的米粉呢，它还是有别的做法，比如做鲜贝啊，甚至还可以做其他的，也可以当饲料啦。但是基本上通常都拿去做鲜贝啦，因为它毕竟也是有很多淀粉啊，它是可以吃的它并不是不能吃啊，它只是比较没有像一般的食用米一样这么的软糯。精米步合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有做到，我记得有做到9876，那个真的很浪费。就是假定我们做到8%好了，精米步合8，表示你有92的部分是被浪费掉，不要了。当然，这个浪费也不见得浪费啦。还有除了我刚刚讲说做成这个拿去做点心啊、鲜贝啊什么之外呢，也可以拿去做米蛋糕，或者是拿去因为它有淀粉嘛，那我可能就加点酵母再去发酵，发酵完直接蒸馏成为酿造用酒精，因为它跟清酒酿法基本上差不了多少，只是没有那么细，因为它主要目的不是要酿造酒，它是要把它酿造再蒸馏成为高浓度的酿造用酒精。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酿造用酒精如果再把它加回到你的清酒里面来呢，它就不是纯米了，但是它可以说是系出同源，可以这样说。不过酿造用酒精不是只有这个来源，还有其他的来源，因为单用这个米粉去弄的话，太浪费了。有些会用更简单的，比方糖蜜嘛，什么那些东西，因为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要酒精，高浓度的酒精而已。这题外话，我就把话题绕回来，就是说，所以我问说，你这个网友说，你讲的清酒是哪一种清酒？因为清酒除了有分什么纯米、非纯米的，然后还有分这个精米步合不一样的，还有分新酒、夏酒、秋蟹，还有分你出厂日期不一样会影响到你的口感的，还有分古酒、古酒的。就是陈年1年或陈年2年，还有在什么雪中这个冷藏的这个冰酿5年、3年的这种很贵的酒的，还有一般甚至有装在杉木桶里面去陈年的清酒，杉木桶，杉木不是橡木，杉木，然后也有贵酿酒，这以后我们再介绍，然后。还有用不一样的酵母去酿造出来的酒，不一样的酒米去酿造出来的酒，这些东西都会带给这个清酒不一样的味道，包含它上酒的时候的温度也会影响到。我曾经去一个日本料理店吃饭，它也是板前，但是它做的比较有弹性。那个师傅是从高玉出来的，他的很多客户都是总经理级的，因为跟我很熟，所以我常去那边吃饭，而且之前在那边包场办过几次的日本酒聚会，因为我以前也常办这样的活动。有时候我去那边试酒，然后就请他提供菜嘛，然后我都要收钱的，然后我在写这些东西。那有些酒就是他们可能邻桌都没有看过，因为店家不会收我开瓶费。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隔壁来了一对，那时候我算年轻，他们大概差不多55到60岁左右，10几年前的事情，应该60岁左右。他
看我在喝酒，然后我还在写那个笔记，因为我说过我有做那个表格，结果他就看一看之后，那老公老板嘛，就除了跟师傅打招呼之外，他们应该很熟，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也喜欢喝清酒，我说对，因为这是我的也算工作。他说哇这么认真，然后我就我说要不要喝一点，我倒给你们喝，因为我一个人喝不完嘛。虽然是样本，但一个样本是1瓶啊，两瓶大概3瓶我绝对喝不完的。而且我通常都是喝1杯2杯，然后剩下就给厂商或是给朋友。我问他要不要喝，他说不用。他说他们今天其实有带好货来，那大家朋友一场就也是相见就是有缘嘛，我请你喝我们带的清酒。因为他大概他不懂得我喝了什么酒，他大概会觉得说那种酒，他是好意啦，但是我猜他是想要请我喝更好喝的清酒。然后2个木盒子拿过来之后，他说他昨天刚下飞机，然后带过来的酒。我看木盒子装，然后手提电拿。以台湾的天气呢，那时候夏天，这清酒这样拿过来，没有保持低温，我就会觉得不太对。然后呢，他把那个木盒子打开，就踏迹的二哥山，踏迹二哥山。他说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牌子？我有，它是很好的酒，我就跟他这样讲。但是我看到它是常温保存的。他说对，我前几天刚从日本回来然后昨天刚从日本回来，我在机场特别买，因为这个牌子很有名哦，在台湾卖的很贵哦，在机场买就便宜很多哦。我说是，我知道。然后这个酒很有名，他就接下来做一个举动，我本来以为他就是要拿冰桶放进去，然后要冰冰的喝嘛。请各位朋友们记住哦，当你的精米步合就是数值越低的时候，就是你去掉东西越多，通常对日本人来讲，我讲通常或对包含喝清酒的人来讲，精米步合总是会觉得越低越好，就是去掉越多，剩下的越少，然后来酿酒越好。这个不能算是完全错，但是也不能算完全对，因为很多好喝的酒呢，不是只有靠精米步合。以后我会举一个例子，因为今天我这一篇我不打算讲太长，我就用这个当做一个结束他请那个waiter 过来 ，waitress 过来，我本来以为他要拿冰桶把酒冰进去，他不是，他说请你帮我们准备3个温酒壶，包含我一个，因为他跟他太太一起来。温酒壶要干嘛？温酒壶大家知道吗？就是2层这样，然后外面那一层是热水，大杯套大的壶套小的壶嘛，然后外面是热水，里面就是一般的那个得力的那个壶装在里面，它利用这个水的温度去加热这个保持它的温度了。另外一种就是冰的那种，就是应该大家也看过吧，就是有一圈冰，然后中间那冰可以塞在那个洞里面，然后酒是在外面。你应该知道了，如果常去吃饭就应该知道有这种酒壶，或者是整个弄成一个用盆子装冰，然后把那个透明的壶放在那个冰里面，然后酒加在里面，这样来降温，其实也都没有什么不行啦。如果你这个酒真的就是要冰着喝，或者真的要温着喝的话，2种方法都可以啊。但是这等到以后我再讲清酒更细节的部分再来提。踏迹的特色是什么？踏迹的特色就是它极度强调它的精米步合，然后极度强调酒质的干净清爽，还有香气，这是它的特色。果香，然后这个酒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用明水去弄出来的，有名的水泉水，然后
它在使用这个酵母方面也很讲究。其实踏迹是一个半机械化的工厂，在之前就是说有些东西它人很多，它不是像我看过人最少的酒造是只有从头到尾一个人，校长兼撞钟啊，什么都他自己来啊。那也有看过一对夫妇这样经营的，或者是一个小团体，可能7、8个、5、6个、7、8个，或者是10几个，这样已经算是中型的了。踏迹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我之前好像超过8、90个人，然后中间还有比较像半自动化的设备去，比如说酿造好酒，然后抽起来，抽到那边去过滤，怎么样子，有的没有的。但是它保持一定的水准哦，做出来的酒就是干净清爽，冷冽的喝的话，那个果香其实是还不错的。我不会说踏迹是一个不好的酒，虽然说，踏迹就跟14代一样，已经被就跟现在14代一样被卖到翻了，然后或者是新政这种类型的东西被卖到翻了，就是名牌嘛。你看看大家会带出来的酒，以早期带踏迹，现在是好像没有带14代或带新政。或者是带什么石田屋啊、黑龙什么，或是满授权什么，你就上不了台面。这些酒的本身的味道特质在哪里？然后14代也不是酒造的名字啊，14代是品牌的名字，跟踏迹一样。它14代的酒造叫做高木酒造，老板姓高木。风之声也不是酒造的名字，风之声这个品牌，如果你知道的话，它是品牌的名字。风之声底下好几种不一样的呢，它甚至有好几个 brand， 有风之声，有音长，有阿尔法系列，但他们都是一个叫做悠长酒造所酿造出来的。悠长酒造我记得好像200-300年的历史吧。他的老板也不叫油厂，油厂是他们家原来是卖油的，卖食用油的，那也是地主啊。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啊？他来台湾，我们2个见过2次，他也邀请我去他们去参观他的酒造。他在奈良嘛，那个他的名字，这些人名字太久我都没有联络，都忘记了。Anyway， 这个东西查就会有了，这不是重点，反正我的手机里面也有他的联络的方式。这位先生把这个3瓶的3个我跟你讲叠合式那种温酒器拿过来之后，就把他的清酒打开，常温的，然后倒进去，踏迹2哥3，然后温的拿给我喝。这种踏迹会好喝吗？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怀疑大家到底是真正的，也许他喜欢喝的就是温的清酒，但是踏迹这种东西呢，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你把雪碧拿去加热拿来喝的那种感觉。雪碧当然它的汽水其实也不见得是营养的东西，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应该是冰冰凉凉、香香去喝嘛。那你把它拿去温热去喝，就不像话，就不太对啊。你把西瓜汁好不容易冰冰的炸好的东西呢，你就这样把它放到室温之后，然后再把它拿去要喝的时候再把它去加热温热，这样像话吗？这样喝好喝吗？那你说我要怎么去分辨这个酒啊要不要加热或什么的？这个以后我再细谈吧，因为这样24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了。反正如果是清酒，它本身的是香气、香味、果香很浓那种的清酒呢，或者是精米步合数字很低的就是有高精米的，就是让它高精米的话，就是精米步合很低的这样子的精致型的清酒呢，基本上你一定是从冰的开始喝。宁愿，请注意我讲的话，宁愿一开始就很冰，冰透了，不要结冰，冰透了。清酒的结冰温度大概是零下7度，你把它冰透了再喝，
中间呢，如果你有冰桶最好，没有冰桶的话，就是倒一点放到冰箱里面去。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就是用那个冰桶呢，里面放冰块嘛，然后还有水，然后把清酒放在里面。当时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是各位这也是科普啦，就是说，如果你在外面没有冰桶，怎么没有？就是你去 7-Eleven 买到冰块，可是那冰块放在水里面一下融化啦，或者是说它不能很快的降温，怎么办？这时候呢，你就多买一些冰块，桶子比较大嘛，然后多买一些冰块，然后加水。我记得比例好像是2:1，不好是冰2还是水2，我忘记，反正就差不多。你1:1加也可以啦。然后记得要加盐，盐的话就是不是一点点而已，你可能要加还不少的盐在里面。当然不是说一整包丢下去，因为盐呢会使得这个里面这个液体，氯化钠这个液体呢，它会吸热，它在反正这个化学变化的东西，它会瞬间会，你可以看到那个冰桶呢，外面会开始结霜出来，然后会这里面的水就很冷很冷，还不会结冻哦，因为你是已经加入盐进去，所以它的结冰温度会降低，然后一直降低的结果呢，这个我测过，我自己在那个我记得在家里测过，我最低我曾经让这个桶内的温度降到-14度。-14度其实不适合放清酒了，因为放下去会结冰啊。所以我只是想要试说怎么样去做会让这个温度降得很低而已。那当然你不用倒那么多盐啊，然后你就是稍微这样，然后慢慢去测，可以让清酒保持在一个非常冰冷的温度。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太冰冷的话呢，喝不出清酒的味道。我知道人的舌头会受到影响，但是总比你就是太冰，它可以慢慢回升嘛，总比你一开始温度太高，然后又更高的时候，那个果香就跑掉了。因为香气这种分子呢，很容易因为温度提高，酯类的东西呢就分解散掉了，就不见了。所以宁愿从低温开始喝，低温喝你觉得太冰没关系，稍微放一下，等到稍微回温一点点的时候，还是在低温状况底下你去喝，这时候就 OK。请记住我讲的这样的话，因为宁愿从低温开始喝，一开始不好喝太刺没有关系，先放着，等它慢慢的温度稍微提升一点。题外话有些人讲说什么清酒要醒，我可以跟你讲狗屁。这个时候会不会被打叉叉？我跟你讲狗逼这样一声好。什么叫做醒？你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醒。什么东西接触空气你就叫做醒？好，那这样我承认。可是它实际上就是氧化。如果按照你这样讲的话，它是氧化。可是以葡萄酒来讲，它的醒不是在于氧化而已。当然，氧化是一部分。任何东西一旦接触空气就是氧化。葡萄酒醒酒的目的其实是过瓶，让这个渣渣沉淀掉。另外一个就是在倒酒过程中，它跟空气有接触，这是一个强迫它氧化的方式。那正确的陈年，它其实是在那个瓶子里面，其实几乎都没有空气，它是纯粹里面的分子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化合物分子彼此之间做碰撞、做结合、做很慢速的这个化学反应。总而言之呢，就是他倒给我那个，我也不得不喝，我就喝了，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是很想跟他讲说，这个酒不适合这样喝。那你如果什么酒适合温饮，什么我刚刚讲有些酒是适合冰饮的嘛，冷饮的嘛，就是精米步合那个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啦。但是什么酒适合温饮，或者是你念那个书要考那个 SSI， 都什么雪花间，什么肌肤间，那个间是一个火字旁，在一个人间的间，can can 这个发音念 can shoe， 这个不是，这是合字中文的哈。其实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了，这个东西其实等到
我在正式讲清酒的时候，我再来提。今天呢，怎么又讲了半个小时？我本来想讲15分钟就好了。请注意，大家看一下这幅图画，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幅图画。这幅图画，然后纠正一些观念，就是品牌跟这个酒厂基本上不一定是一样，有一样的，但是有不一样，甚至有出好几个系列品牌的都不一样。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酒标上面的任何一个字，对清酒来讲，酒标上面的任何的字，包含斜的贴的标签，或是粘上一个生这个字，或是酒标后面有写什么东西的，它都会影响到，甚至还有在做描述的，都会影响到这酒体的展现。你要学习清酒，要学的是这一块的部分，而不是我带14代去，你带14代的什么？你知道他弄这14代，我们姑且不论什么叫14代，它是14代是什么？什么七锤20贯是什么意思？然后它标榜的是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认识14代你就带过去，那酒可能比较浓，或者可能比较怎么样的，或是你喝那个茵长，就是这个悠长酒造做风之声的那间酒造，它有一个系列叫茵长，它出了一个叫菩提园，不是 try 是园，一个有字旁，1元2元的元。那种酒，如果你拿出来去配寿司，我跟你讲，你会死定，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那是要干嘛的。讲得太激动了，拜拜。